我在等待一个他。生动，炙热。我想和他分享我平凡的上班生活，告诉他细碎的平庸和偶尔的有趣，也想和他重走每日的车水马龙，像游客般重新审视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我希望和他一起探索山川和湖泊，旅途中如果遇见了风雨，我会好好守护他，而坚强的他会鼓励我走下去。我们的相遇一定不是惊天动地，只是他在我指尖的一瞬间，我对他说：终于等到你。大家好，我是你们每周干视频的打工人小天。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换相机了，但是做视频博主以后，总觉得老机器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所以我就开始琢磨要升级换代。那期间我也陆陆续续看了不少的机器，但是总觉得差一些让我刷卡付款的冲动。直到在广告里看见了索尼 A7C， 我怦然心动了，它真是满足了太多我对一个新相机的需求。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所以很快我就把它买回了家。最近几期都是用索尼 A7C 拍摄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画面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想在这里和你们分享索尼 A7C 最戳中我的5个点，以及这段时间以来作为一个入门不久的视频创作者使用它的创作体验。第一条，小巧轻便的机身。我们其实很容易就陷入这样一种困境，购入了各种各样的设备，但是记录我们生活的却往往还是手边这部手机。不是相机的画质不够好，也不是颜值不够高，只是手机的小巧让你轻松的随身携带，随手拿起来就完成了拍摄，甚至说它本来就一直在你的手上。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最好的相机永远都是手上的这台。那对于相机，我也追求类似手机般的轻便和小巧，这样我会更有热情，在更多的场合都愿意随身携带。当重要的画面出现时，轻易的摸出它，帮我记录比手机的拍摄质量更高的画面。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索尼 A7C 的套机镜头也非常轻巧，覆盖焦段较多的情况下，素质也还尚可，对一个新人视频博主完全够用，可以说和机身是绝配了。第二条，优秀的对焦。我之前使用的机器在拍照的时候对焦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拍摄视频的时候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常常对焦在一些很莫名的地方，所以想要保证每次出片都没有问题，就要改成手动对焦。但是这样呢就非常的耗时耗力，特别是你在拍外景的时候，情况瞬息万变，你就不希望准备很久来完成一个场景的拍摄。索尼 A7C 的眼部对焦简直就是更新在了一个视频博主的心坎上了，用它的广告语就是对上就跑不掉，稳稳留住每段故事。第三条，翻转屏。曾经没有翻转屏的时候，我觉得也能活，刁钻的角度，那就摄影师上蹿下跳或者趴在地上吧，也都能拍。但是有了之后就觉得真香，你能够相对优雅的拍摄每段视频，甚至是各种怪怪的角度。此外，像现在我坐在这里和你们聊天，我也终于能够看清自己镜头里面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了。而 Vlog 以前想要自拍的话，我就只能用 iPhone 完成，现在也完全可以用相机了。第四条，全画幅。全画幅这毋庸置疑了，会带来更好的画面。但是在这一点，有人会说，很多人用非全画幅的机器，甚至用手机，也能够拍出非常好的画面。对，你说的没错，但是这需要很好的技术，甚至是其他设备，比如说灯具的加持。而同样的画面，用全画幅机器一定只会更好。所以对我这样的新人视频博主来说，全画幅的机器可以保证我出片的质量更高，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暗光的条件下，所以这个投入我认为是完全值得的。第五条，无线录制时间。当然了，这里的无线是指在电池允许的范围内。
不过索尼 A7C 的电池续航也一直是一个被夸赞的点。据测试，在 4K 24帧自动对焦的情况下，它可以续航3个小时，所以相对应的视频就能够一直不断的录制3个小时。对我这种经常坐着录制在这里谈话的视频博主来说，这真的是太实用了。相比之下，我以前用的徕卡 Q 一次只能录大约25分钟，所以你录制的时候就要时刻关注，哎呀，时间是不是到了？我是不是要停下来再按一次录制了？如果是在做一些采访节目的时候，有可能聊到投机的时候，还需要打断对方。这样构建的一个良好的氛围可能就会被打破了。这就是我要说的5点了。我知道索尼 A7C 同时有很多人提到的痛点，比如说繁杂的菜单非常小的取景器没有 4K 60帧还有什么手感不如索尼 A73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索尼 A7C 在我看来定位非常清晰，拍摄视频的全画幅入门机器。它的优点为拍摄视频所做的优化和对应的价位，足够让我这个拍摄视频的入门视频 UP 主心甘情愿地为它买单。最后我非常想说，不管厂商如何实现，通过物理还是算法，如果能够有一台相机能够做得像 iPhone 一样的防抖效果，那一切就太完美了。好了，以上就是我索尼 A7C 这段时间用下来的体验。如果你觉得视频还算有趣的话，记得给我点赞、关注、评论。你对索尼 A7C 怎么看呢？也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弹幕。谢谢你的观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